我是瓜皮儿，明日传奇第2季前情提要。传奇小队追寻到碎片下落，来到古代英国，得到碎片的同时，也带回了瑞普。Sarah 和杰弗逊潜入到他的意识，唤醒了他遗忘的记忆。瑞普也因此变回从前的自己，他想起了最后一块碎片的下落。位于1965年曼哈顿，瑞普带着亨利来到这个时代。他因为任务而抛弃妻子，但为了拯救更多的人，他必须保护好碎片。离别前，他托付瑞普把自己的狗牌交给妻儿。瑞普看着他离去，前脚刚走，瑞普又带着传奇来到这里，可二人的踪迹已经无处可寻。回到指挥室后，大伙儿开始分析，他得找份工作，而阿玛雅对他又十分了解，所以他很有可能会出现在航天局。Sarah 调出航天局的资料，海伍德在一张图片中发现了他的祖父。瑞普走进来告诉他们，他找到了线索，气氛着实有点尴尬。他又有了新的建议，但被 Sarah 打断。瑞普和雷用假身份来到地面指挥中心，亨利发现了他们，结果上来就是一拳，说他的证件有问题，又给他拎了出去。来到审讯室后，他问雷：“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”然后门外又来了一群老熟人，海伍德告诉了他来这里的原因。亨利告诉他，碎片已经被放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海伍德瞬间明白，他把碎片放在了被插在月球的国旗里。太空舱即将进入月球暗面，所以会失去信号。坐在一旁的飞行员拿出注射器，让二人昏迷过去。接着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斯旺。Sarah 知道要在阿波罗13号登月前拦截他，其余人被亨利介绍给飞行指挥官。作为他们的地面支援，火风暴二人介绍自己是涉及推进器领域的专家，那个不爱说话的也一样。获得信任后，亨利告诉他们自己为毛生为毛死，所以他要一同进入太空。他们发现太空舱，但这不应该是他所在的地方。雷穿上战衣飞去，潜入指挥舱后发现昏迷的二人，又看到了另一头的斯旺。他跟随斯旺进入登月舱。Sarah 说千万别被发现。雷表情凝重地说我尽量。他突然变大，给了他一拳。二人推推搡搡，在无重力的情况下，他的急速消失。斯旺掏出匕首，两人又扭打在了一起。这大概是逆闪第一次用体术格斗。雷给了他一能量炮，将他击飞，同时触发了船舱分离的按钮。他也只好硬着头皮控制飞船。地面指挥这里倒计时在即，连线马上开启。杰弗逊在想办法切断信号，为了争取时间，斯泰因大声唱歌，不光这里的人在听，米克也跟着唱了起来。他唱得贼兴奋。登月舱成功硬着陆，杰弗逊也断开了他们的讯号，致使地面与指挥舱失去了联络。登月舱的燃料消耗太多，无法起飞。雷的战衣也在打斗中损坏。Sarah 计划先接指挥舱，再去接雷。雷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拿回碎片。至于斯旺，那就不用管了。乘波号找到了指挥舱，但他正朝陨石群撞去。乘波号抓住指挥舱，但陨石已经飞到他们面前。护盾能源不足，基丁恩又抽取备用电源，逃生舱损坏，起落装置也损坏。雷又犯了中二病，踩了个脚印儿。之后他一步一步地向着国旗跳去，拔下来之后倒出碎片。他向飞船汇报，瑞普告诉他乘波号受损严重，所以你只能自求多福了。他回到登月舱，做着视频记录，絮絮叨叨的。斯旺听不下去了，他说自己不想死在月球，所以俩人最好合作。雷说自己不需要，只要把战衣的能源提供给登月舱，就足以返回地球。斯旺提了几个技术性的问题，雷一琢磨，还是合作比较妥当。阿玛雅告诉亨利，任务就算完成，你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年代，因为如果回去了，你的家庭就会受到影响，也就不会再有现在的海伍德。亨利叹了一口气，转身离去。海伍德一生气，把阿玛雅的事情也说了出来。斯旺跟他说自己很怀念和西斯科凯特琳合作的时光，而且我们都是科学家，我毕生都在研究神速力的秘密。斯旺知道矮星能为一座城市提供能源，他却拿来制作战衣。你想爬得更高并不可耻，我所追求的只是能够活下去。乘波号已经做好迎接准备，登月舱启动，离开月球表面。Sarah 控制指挥舱，将它成功拦截。二人登船，太空舱回到了轨道上。杰弗逊恢复了地面指挥中心的讯号，打酱油的二位也在昏迷中醒了过来，他们重新建立联络，所有人也都松了口气。但斯泰因并不是这样，他告诉米克，乘波号在用备用电源，经过大气层的时候会遇到危险。他和雷进入乘波号，斯旺向大家打着招呼，尤其是瑞普。他说这些智障应该是找到办法帮他恢复了人格，接着被带到了禁闭室。斯泰因给他们提供建议，但尽管节省更多的能源，也无法保护他们成功穿过大气层。一个年轻的孩子来到指挥室，他说自己赢了比赛，可以来看飞船登陆。他叫汉克·海伍德。导航启动失效，如果不算出正确的角度，飞船就会被烧掉。他们只有让唯一的物理学家斯泰因计算，但这需要超级电脑辅助才能算出。雷想起来一个人，他刚走到这里，斯旺就说出了他想要的答案。
跑到指挥室告诉他们之后，大伙儿并不信任他。再次确认后，他们通知斯泰因，飞船即将进入大气层，推进器损坏，飞船的角度并不理想，他们得把货舱的门打开，但这无异于自杀。亨利二话不说来到这里，关闭内舱门。瑞普告诉他拉下阀门就可以。海伍德告诉他这么做会死，自救超能力应该让自己来。亨利不想让他有生命危险，交代清楚后，他拉下阀门被抽了出去，飞船也因此调整好角度，顺利来到上空。斯旺走出禁闭室和雷唠了唠，他的手表作响，也只好就这么离去。海伍德找到他爹，俩人聊起了家人，他希望自己的爹以后可以变得更好。瑞普告诉 Sarah， 你做船长比我优秀，而我也在试图寻找自己的定位。 Sarah 说，你被放逐被排斥，所以你和我们一样都是传奇。阿玛雅在书房调出了自己家乡的历史记录，他看到家乡被毁，后代被领养，还有继承了他意志的玛丽。众人开会讨论关于碎片的问题，米克提议直接去抢。瑞普告诉他们找不到三人帮，是因为他们待在了时间之外。于是程波号来到消失点，众人分散开，他们用手里的碎片感应其他碎片。雷缩小前去探查三人帮的踪迹。米克看到了斯纳特炸毁这里的场景，他站在这里回忆。Sarah 将他唤醒后离去。他们发现了储藏碎片的保险塔。雷监视着斯旺，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诡计。杰弗逊问他喜欢吃什么糖，然后走上前将保险塔变成了一地糖豆。瑞普尝了一颗，拿上毛向队友汇报。斯旺的电脑作响，还纳闷他们应该没这么聪明。所有人已经踏入飞船，当斯旺赶来后，飞船已经离开了这里。命运之矛的碎片被集齐，瑞普将它们摆在了桌子上，碎片相互吸引，随后化为一体。斯泰因想摸，但瑞普告诉他们，矛会发现自己的弱点，从而诱导他们去使用。绝对权力会使人腐败，所以必须摧毁掉它。米克心领神会，但这对他并不能造成伤害，而且即使他受到伤害，也会自愈。但是火焰让他显现出了拉丁文，海伍德翻译出了这句话：生于血，终于血。意思是当年基督的血赋予矛力量，所以基督血也是能够唯一摧毁他的东西。他们要去找耶稣，但是找他会对时间线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海伍德告诉他们，即使不找耶稣，也一样能得到他的血。他曾读过一本20世纪一位古典学者未发表的论文，其中记载了高文爵士拿到的圣血，而书中也提到他在法国北部带着他入殓。另一本书有记载高文爵士的踪迹，作者是写出了霍比特人和指环王的托尔金。斯旺气得火冒三丈，达克在一旁笑得像朵花。他和梅林因为去找卡拉伯斯的稿本，让传奇有机可乘。斯旺突然觉得这可能是好事儿，因为那些传奇傻子不懂他的用法，所以要么藏起来，要么毁了他。他们可以守株待兔。达克又给他献了一计。飞船降落在一战的战场边缘，吉丁恩从军方记录中调查出托尔金少尉感染了战壕热，所以可以缩小对他的搜索范围。他们来到了前哨，分头行动。阿玛雅和米克在战区医院搜寻。米克突然收到一筐面包，他分发下去，然后看到了门口的斯纳特，他追寻出来找到了他。斯纳特仍说着他死后第一次见面的话。米克告诉了他所有的摧毁计划。斯纳特告诉他，那玩意儿可是宇宙中最值钱的东西。战壕中，士官鼓舞着士兵，他念出了病殃殃的土耳其的名字。二人过来告诉士官他在发高烧，于是将他带走。米克正准备离去，斯纳特说他越来越像只听话的小狗，而且他们没有把你当朋友，他们不相信你，甚至会出卖你。米克不停地提醒自己他是假的，然后挨了一拳。斯纳特气愤地离去。回到飞船后，他来到命运之矛面前，斯泰因阻止他触碰。他告诉斯泰因自己又见到了斯纳特。萨若过来叫他一起出发，因为托尔金已经找到了高文爵士的遗址。出发前他还确认一下，那应该是幻觉。众人来到亚眠教堂，这里已经被军队摧残的没了模样。他们在这儿玩起了密室逃脱，随后发现一堵石头砌的墙，海伍德一脚将他踹开，高文爵士展露了出来。斯纳特再次出现，米克意识到这次居然不是幻觉。他们去到更早的时间带来了斯纳特，而斯纳特就告诉他们米克曾说出的计划：四周发起进攻。撤离前，托尔金他印下了上面的雕刻。回到飞船后，众人责怪他把计划告诉斯纳特，就连船长也对他产生质疑。两人分析着圣血的下落，海伍德把书往桌上一扔，他把声音想象成了炮弹，从而联想到了这玩意儿，原来是战场的地图。他们谋划着怎么才能平安无事地走到战场中央。阿玛雅拿着矛告诉他们可以利用它，而且自己懂得怎么去运用谷物。Sarah 告诉他，矛虽然强大，但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威胁。
他虽然坚持几年，可也只好作罢。他们来到战壕里，毛已经有了反应，英军发起进攻，他们躲在士兵后面跟了上去。毛的反应愈发强烈，雷钻进德军的炮台，使武器失效的同时，发出了精灵的笑声。瑞普直接给了士官一拳，拿起无线电，让杰弗逊接通整个战场的广播。他凭借着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，使双方停止了战争。战场上，人们化敌为友，也有人举起了白旗。他们走到发光的地点。Sarah 把矛交给米克，上前拿出圣血。斯纳特和达克冒了出来，他向米克要回矛，但米克已经心有所属。他听着斯纳特的怂恿，带着命运之矛回到了他的身旁。斯纳特拿起手雷扔向战场，刚和好的人们又打了起来。他拿回矛，红色闪电将他们逐一带走。杰弗逊驾驶乘波号来到战场，所有人回到了飞船，离开了这里。他们知道米克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的信任，所以叛变也是情理之中。传奇小队不仅被削减，也变得穷途末路。斯旺拿着命运之矛夸赞二人，梅林带着使用说明出现，他把矛立在中央，所有人抓了上去。梅林念起咒语，命运之矛开始发光，也因此4人翻开了全新的篇章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